我去，你手放上去之后它就没这个花纹了，空间效果特别明显，只能说特别明显。哦，你用手按一下，这好像就是透过它上面那层。这啥呀？也算吧。哎，它这个好神奇啊！我的妈呀！看一下它的背面。我操，为啥我感觉它是线条在我手上？一个词评价，屌。还没结束。好，大家好，我是黄炯，欢迎收看本教百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华为刚发布的 Pocket 2的全系。继之前炸翻天的 Mate 60系列之后，华为终于又发手机了啊！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么个事儿。这次算上它的艺术定制版，一共是有5个配色。我们前期大量测试的这2台机器，一个是它主打的大吸地灰，初上手的第一感觉，我们让内部小伙伴10几个男女全部都试了一遍，2个字：质感。我觉得是方方面面的啊。首先就是它的这个平整程度，还有包括它中间铰链这种结合点，还有素皮与金属中框过渡的这些地方，确实都做得非常的精细啊。这台雅黑还是一个素皮版，握持的手感呢还要更好一些。这怎么来形容呢？我觉得 Pocket 2相对于之前的小折手机，就会格外给你一种紧实感，就是你还在没有怎么使用的时候，你就感觉它好像要更可靠一些。它展开的厚度分别是 7.35 和 7.25毫米啊，根据不同的材质折起来，实际测量呢分别是 15.5 和 15.3毫米。镜头和副屏的设计语言呢没有特别大的改变，还是2个圆，但是这次它采用的是一个对称式的设计，所以你会觉得下方副屏的这个圆圈好像靠下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在横向看的时候就比较明显了，它与顶部、中间还有就是折叠部分的这个距离是对称的。大吸地灰一亮出来，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是洛可可白的一个改版啊，别着急，后面我们还有洛可可白呢。它整个的这个纹理呢，还是有点类似于珍珠贝母的那种感觉，然后这次的花纹也是每台机器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这台上半部分呢，它这个花纹就显得复杂了那么一些，下半部分这个纹理呢显得就会规整一些。它是一个玻璃的材质，也采用了4曲面的处理。在设计语言上，这次 Pocket 2刻意的去弱化了一下中间的这条腰线，在尺寸方面，相对于之前的这些小折来说，它是要做的更窄一些的。这个大吸地灰除了灰色之外，它其实有一点点紫色，尤其是在摄影光打上去的时候，会泛出来那种灰紫的感觉。这个副屏我们专门是设置了一个小鸭子啊，你可以设置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之前的洛可可白有很多小伙伴说更加适合女生一些啊，这次大吸地灰就是男女通吃了。全新未拆封的洛可可白，咱们看看它是不是纹理不一样。哎，这台正好相反啊！我的这个大吸地灰上半部分是稍显复杂一些，这个洛可可白是下半部分要复杂一些，还是这个白色的背母感确实更强。这个大吸地灰相比来说就有点那种灰岩石，就石头那个感觉会更强烈一点点。传系方面，这次全系都是66瓦，这应该是目前小折最快的一个有线充，而且这次它还支持40瓦的无线充电。这台是玉紫色。哇，这个紫色好奶的那种感觉。雅黑的这台素皮，它的镜头圈采用的是淡金色的处理，而玉紫的这个镜头圈呢，就是一个银色的处理。然后它的金属中框也都做了一点点这种紫色这个同色处理。第一次折叠。2个素皮的金属框，它都做的是高光的处理啊，并不是带磨砂的。刚才我们提到了紧实感这个词，这次它的铰链方面采用的是玄武水滴铰链。这次有个新的设计，就是它的铰链和这块曲屏中间，它专门做了一个中空层，也就是稍微有一个缝隙。我们也专门问了一下华为的小伙伴啊，他们表示根据自己的调研呢，这种小折，比如说在磕碰或者说在摔落的时候这个屏幕漏液了呀，或者说屏幕碎了往往就是因为它这个铰链和屏幕直接磕在一起了这次它设置了中空层，就相当于有一点安全层的那个感觉。华为这台机器还支持折叠屏的2米级 IP-X8 抗水，整个的这个边框呢也采用了一个圆弧的设计，所以无论你是合起来拿的时候，还是展开的时候，这个手感都是相当不错的。尤其是展开之后，因为它这次做的格外紧实嘛，这种可靠感给你的是非常强的，所以就特别像一个直板手机。我们在前期体验和测试的时候，数次有错觉，这好像是一个 P 系列的新机。这个手指现在你划过的时候，尤其是中间这个部分现在这个新机的状态就感觉稍微这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然后就划过去了。而且展开的情况下，你直接摁这块屏幕，包括它转轴这个部分，也会感觉很坚实。艺术定制版，
官方配色名字叫做蓝梦。这是个啥东西呢？有点像蝴蝶的翅膀，大概这种感觉。3D 空间视觉体验。这个艺术定制版除了配色之外啊，注意看上面昆仑玻璃，而且它这个还是第2代。哦，这个有点酷啊，它有点裸眼3D 的那个感觉。最上面的这2个纹理，你感觉是悬浮在空中的。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后背这个花纹啊，确实挺梦幻的。这官方名字叫蓝梦是没啥问题的。它底部呢是一个蓝灰色的玻璃，而且它做了特别细的那种，有点类似于布纹的那种处理。我估计这个是为了服务于它上面的这几层啊裸眼3D 的纹理。这个纹理有点像翅膀，或者说金鱼的那个尾巴的感觉。它后背其实是分成了3个层次的，而且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把手放在上面，也会有那种裸眼3D 的感觉。强烈建议大家去线下看一下啊，不光是质感啊，这个贼有意思啊。底纹，比如说上面的这个有点类似于金鱼尾巴的这个是它最下面的，下半部分这个 V 字形的向中间展开的这个纹理是它的中间层，贯穿到上半部分的这个有点类似于小翅膀的，就是它最上面的一层。这种裸眼3D 的效果非常强烈，你就感觉它后背是有深度的。当然它的官方壳子啊，这效果依然存在。当然这个壳子得是透明的，但我还是强烈建议大家裸机使用，也能感觉这个花纹是浮在它这块副屏上面的。我感觉这次的艺术定制版应该会卖爆。艺术定制版的这个配件也不一样啊，这个纹理和它本机是一样的，它的底壳是一个类肤质的塑料，上面做了一个类似于素皮这样的一个材质，然后还有一个专门拿着的一个手环。我感觉这个有点会成为社交货币啊，就是吃饭的时候你往桌子上一放，旁边那个人说，哎，你这个机器怎么好像后背壳浮起来了？忍不住就想看一下这个艺术定制版，除了特殊的 ID 设计之外啊，就是昆仑玻璃啊，第2代啊，除此之外和它的标准版的全部都是一样的了啊。这块屏幕呢，我们数据库也实测了啊，手动呢它是580尼特，全屏激发亮度呢也可以接近1200，这个在小折里面也算是非常高的亮度了。调光方面，低亮度的情况下是1440赫兹的 PWM 调光，然后高亮度的话呢是360，比例方面呢是21:9，所以如果你横屏看视频的话，21:9的是可以直接铺满的。尺寸方面，它是要比大部分的旗舰机要稍微大一些，因为它更长那么一点嘛，它是达到了6.94寸啊。但因为它是一个细长型的，所以你并不会觉得它特别的大。分辨率是2690×1136啊，是介于1080p 和 1.5K 中间的一个值，然后也是支持 RTPO 的。影像方面，这次也是它强调的一个重点，它是在小折上面直接给你上了4颗镜头，全部都放在了上方的这个大圆里面，它有3倍的长焦，这次它也有超光谱镜头。指纹方面，它是一个侧边实体指纹解锁，录入的时候是像这样的转圈录制，日常的识别速度也是很快的。系统体验方面，鸿蒙4我们之前聊过多次了啊，流畅度方面还是很不错的，特别是动画方面做的比较连贯。前面提到的这个外屏有点像一个手环或者手表显示屏的功能，能显示及时的消息、时间、天气，而且怀疑这个外屏是支持常亮显示的，日常比较方便啊。当然你可以设置各种主题啊，就比如说这个萌宠，有的时候还挺解压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地图导航、肤质检测等功能，这女生用不用先不说，我们工作室几个大老爷们都抢着在玩啊，相互之间比肤龄。华为的思路更像是外屏的一个小窗口啊，毕竟你真要玩手机的话，肯定还是展开更舒服嘛。针对紫外光谱的 AI 面部检测，可以检测防晒霜涂的怎么样。它利用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超光谱摄像头啊，这东西上代就有，这一代有所升级。你比如我在这里涂一点啊，它在里面就会显示一块紫色，并提示没有涂均匀。还有紫外线检测，因为我们测试这几天武汉正在下大雪啊，非常不巧啊，实在没办法给大家展示太阳光下的紫外线值，反正在室内提示只有0。影像方面，除了这颗紫外镜头，小折叠大家最看重的那就是自拍能力了。由于有外屏的关系，小折人们往往喜欢用主摄去自拍。来看现样张，放大面部细节啊，不得不说华为确实表现的相对真实自然。用小宝自己的话说，有一种不施粉黛的美。OA 这边呢也都保持了各自的风格啊，相对来说痕迹就有点重。在画面细节上，比如说这组，注意看手部啊，华为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常规拍照上，华为是一颗2.7主摄，相比于 OA 的2.3拍的要更加近一些。色彩取向也是偏自然、偏还原向的。这种风格在有些场景下就会显得有些暗，不如 OA 那样讨好眼球了。大多数场景下，华为对于色彩的还原还是相对最为准确的，基本没有出现什么偏色的问题。稳这个字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面对夜晚场景，华为不会刻意的去提亮画面。OPPO 这边呢，最新版本出现了相对明显的黑边。这组样张，华为的 Xmage 算法功不可没啊，能够压住复杂的光线，让夜空部分更加深邃，整个画面观感要更好一些。华为这次在小帧还多了一颗3倍长焦，使用下来确实能够拍摄到更多的场景啊，但毕竟为了轻量化考虑，底比较小，解析力比较一般，
总的来说，主观 Pocket 2的拍照表现是及格的，白天还是非常稳定的。但我估计买这种小折的用户也更倾向于自拍方面的体验这部分还是不错的满分10分 ，Pocket 2你给打几分呢？当然，华为的手机我知道大家非常关心它的性能处理器方面。这么说吧，它是和 Mate 60 Pro 系列是一个处理器，是吧？该有的功能它也都有，在频率方面也没有什么降低都是一样的。我们实测走起。数据部分，这台机的当前版本还没有完全 ready， 部分优化也没有到位所以仅供参考。稳定版有了之后，我们再进行复测王者荣耀当前版本华为最高画质只有60帧，其他按照小白测评数据库4.0的模型进行测试，58.5帧几乎跑满，功耗是3.4瓦，控制的还算不错毕竟4.0的压力也确实非常大。原神方面，我们这早期版本它的分辨率只有648P暂时我们就不错了。4520毫安时的电池对于小折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点就是续航但毕竟一些大型游戏的画质不符合我们数据库4.0的标准所以续航成绩也是仅供参考提醒你注意，能拉到标准的我们都拉到标准的情况下，实测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剩余47%，极限续航测试直到关机，这台机器总共坚持了4小时53分钟。充电方面，这次拉的比较满，66瓦的有线充，同时还有40瓦的无线，在小折里应该是最高的充电规格了。有线实测5分钟充入19%，前台100%用时39分钟，涓流结束完全充满用时69分钟。到涓流环节它只有1到2瓦的功率，应该是为了保护电池的考量。简单总结一下这次的 Pocket 2，我觉得2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全面，第二个就是质感我觉得不管是标准版还是艺术版，那线下有机会一定看一下，尤其是这个艺术版这次我能明显感觉到华为想把一个小折手机做成一个全面旗舰的这种感觉，华为确实能给你的，不能给你的已经全部都给你了。OK， 本期视频出现的部分数据我们已经更新到了小白测评数据库小程序，你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如果觉得这期片子对大家产生了一点帮助，记得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播这点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